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洛克人力量对决，一共3个人物可以选择，而且还有3条路线。咱们先选择第一个路线，这个路线的 BOSS 都是来自于洛克人1代和2代的角色。首先我选择的是木头人，这款游戏就相当于把洛克人的 BOSS Rush 环节单独拿了出来，做成了一款游戏。节奏比较快，非常适合于街机厅的环境。操作方面呢，也是有滑铲和蓄力攻击的。打各种 BOSS 其实都有相对应的套路，而且每个小伙伴可能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使的套路还不太一样。每击倒一个 BOSS 都可以获得他的能力，所以说 BOSS 之间的顺序、相克性还是需要考虑一下的。这是第2个大力人，他的能力在本作比较好用。冲撞的这一下最好不要躲在屏幕的边缘，因为它还会弹回来的。而且冲撞这一下打咱们一下是1格血，血量在屏幕的左上方，一共有8格。一般的攻击呢，只是把黄色的血量条变成红色。那如果被他撞到的话，直接就扣掉1格血，相当于双倍攻击了。但是这款游戏相克性不是那么明显吧，最主要的还是套路。好，咱们来打暖男。这个货据说使用剪刀打比较好打，但是我还没去打剪刀人呢，就先来打他了。这样的话我就多用蓄力攻击。他的招式比较麻烦的是扔出几个火焰那招，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用，所以我就使用蓄力来打他了。如果不蓄力的话，小子弹攻击力实在是比较低。暖男这种中央空调啊，果然被打倒了。这次我选择了剪刀人，看影子像是兔子人。那石头刻剪刀，先把石头人的，应该说是大力人，但是咱们扔的是大石头啊。好，开始套路，他每跳一下就给他一记石头就完事儿了。看起来他的血量比较长，因为每一个路线你越到后面的 BOSS， 他的血条是越长的。咱们现在没有了石头，所以说就使用蓄力来打。你看蓄力的伤害也比较高，所以说相不相克的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操作和你的套路。雪人，那咱们现在没有雷电，有雷电的话电他3下就完事儿了，所以说这里还是使用套路来打。他刚跳起来就给他一记石头，根本就是砸晕了，有没有？再来一下，一发入魂，我的天，这个姿势！每条路线打完6个 BOSS 之后，还会进行一个小 BOSS 战和最终 BOSS 战。这个角色的名字啊比较特殊，你可以叫他爆破人，但是小的时候都习惯管他叫钻头人。他在这个场地也很特殊，从下方可以走到上方去，它是有入口的。看我这手速别手速了，被撞了，掉了半滴血啊！这是我的1血吗？是我的第1次吗？这家伙太讨厌了，我的第1次给了一个钻头。好的，小 BOSS 战，小 BOSS 战大家都知道是谁了，是那个粘土人吧？但是它的难度比红白机版不用 bug 来打实在是低了很多。咱们用石头来砸，首先是他的手还有腿，实际上是没有攻击能力的。他开始分身了，
分身这一下比红白机版也好躲一些啊！我刚说完好躲，我感觉我跳过去了，怎么挨到脚上了？太多年不玩了，感觉对这款游戏的很多判定已经不熟悉了。好的，最终 BOSS 战，威力博士，看一下他会不会给咱们拜年吧。一共是3个形态，他的手呢能够抵挡一部分子弹。植物人这个实在是不好用，我把各个能力都用了一下。攻击方式手有几种攻击方式吧，砸你之类的。啊，这个电被电了一下，你看他这个电的攻击力非常高啊，一下打了我1格血。同样的招式不要对我用2次了，没用了，刚才不小心啊。好，3形态呢是有秒数限制的，你如果把它打下来的话，他就给你拜年啊；打不下来的话，剧情里面他就跑了。但是不影响咱们过这周末。好，那1周末，也就是说第1个路线咱们打完了，想玩第2个路线需要重新投币。第2个路线咱们选择的是洛克人的3到6代的 BOSS， 选择的主人公呢是布鲁斯。第一个人物灰尘人，渣男。来吧，咱们续着打。他扔出这个垃圾的时候，咱们就垂直跳，因为他崩出的4个花呢是向斜着方向的，垂直方向没有判定。我第一个打他呢，也是因为他的能力在这条路线是非常好用的。啊，布鲁斯这个角色开场的时候都有口哨的 BGM。感觉这个游戏做的在 BOSS 的数量上还是大大缩水了，3到6代竟然只出了6个 BOSS， 缩水了2/3。灰尘人的能力打磁铁人特别好用啊！他竟然在吸我，还从两边吸。他吸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顶住，因为后面还有战斗呢。顶不住不就交代了吗？拿到了磁铁人的能力啊，这个 BOSS 比较知名了，植物人晚期呀，打他的套路呢也比较好打。他发射出来花瓣之后呢，咱们就跳过来，给他一发蓄力，好，各种血。过一会儿呢，他还会把花瓣弄出来。花瓣的时候呢，来，扔在地上一朵花，把它清了。你看这个场地其实也比较偷懒，换了一个配色而已。说完，这款游戏我感觉在洛克人系列里算是难度比较低的。风车人，你也可以叫他螺旋桨人，这个就比较难念。我用一下，看植物人的能力啊，不好用。弹墙跳，这个角色我不是很喜欢打他，所以说我给他放的比较靠前。他扔出的这种风车呢，如果在地面扔的，它是到达你位置之后还会向上升。哇，撞了我一下，撞了1格血，就差这最后一下，我续他一发好了。但好在咱们每打完一个 BOSS 呢，会给咱们加2滴血的。火车人，你也可以管他叫什么凝固汽油弹人，还是叫他火车人吧。这个家伙的导弹的攻击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。
看着它的造型非常厚重。又进入了套路模式。那开场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总躲着它呢？就是因为希望它进入跳跃模式，这样比较好打。看这个植物人，简直了！好，打完。背景还是动态背景，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毕竟当年的街机平台的机能比红白机要好多了。好，我考一下大家，这个角色叫什么人？一会儿公布答案。好，看见了吗？他叫两个人，叫两个人。看起来是弱磁铁。他们两个向中间发射子弹这招一定要早一点跳啊，特别突然。这个难度比红白机是低多了。好，发射出来的激光还有反射。好，带走。打他的时长稍微长了一点，因为分身之后跑的实在是太快了。好的，又打到威力的城堡，这是个飞船啊。那2周目呢，仍然是打这个粘土人，但是这个粘土人呢，后面会变身一次的，难度呢比第一个路线要高。好的，分成了几个小粘土人，还带着脚。他最讨厌的就是这招了，一个后跳呢，扔出3发子弹。你看他这个分身呢比较正宗，是红白机版的那个套路，但是呢数量太少了，只有3个球。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当他发射这3个子弹的时候，你最好不要打他。如果你打了他，那他这个分身上去了，下一个分身马上下来，跟着前面那个3发子弹，他继续发射子弹，这样你就跳不过去了，非常难躲。啊，无所谓了，每次打完呢都会给咱们回复满。布鲁斯的下跳和洛克人的形态不大一样，是一个前冲，洛克人呢是滑铲。其实还是滑铲厉害，对不对？连老虎都能打呀。又是威利博士。威利博士第2次出来比第1次要厉害一点，第3次呢比他第2次更厉害。每个能力咱们都用一下，反正这个路线要过去了。那打他最好用的还是灰尘人的能力。这次没有放电，这2个拳头是比较难躲的，尽量往远了走，然后能躲掉远程的那个就可以。好，看这一下差1下，它会在2个 UFO 里边来回的闪现，你击中正确的那个才可以，它才会掉血。这次他又拜年了，城堡又被拆迁了。3周目的话就选弗雷迪了，你也可以叫他弗鲁迪，然后呢美版好像叫巴斯，这个无所谓，大家知道说的是谁就行。那第3个路线呢 BOSS 就来自于洛克人7代了。7代出品的平台当年是超人平台，现在打的这个 BOSS 可能很多小伙伴如果没有接触过超人平台的话不太熟悉，他叫切割人，看起来是个狼人。官方的名词好像叫灰砍人，砍人。恶魔人，或者叫他蝙蝠人。但是这个获得能力不太好用。好，我为什么先打切割人呢？因为切割人的能力特别好用，已经干掉了。这也是这个路线的神技之一，但是呢，攻击的距离比较有限，
攻击的频次、输出都是比较优秀的。这是云朵人，你就不好管他叫雷电人，因为1代的话有一个雷电人。先用刀砍，他的攻击方式呢，一会儿还会过来撞你，你可以从下边钻过去。好，反复了，我把超声波拿了出来，带走。这是恶魔人、蝙蝠人的能力。下一个，这叫冰结人，也可以叫冻结人、冷冻人都可以。这个货呢，打他套路比较好打，就是躲他远一点，用蓄力打他就成，他就过来冲撞你。其实你如果让他走到你所在的位置，你即使躲过去了一次呢，那他就会开启其他的攻击模式。所以说，咱们就在他第一个套路里边把他死死的控住。他的有一个攻击方式是向天空扔出大量的那种冰锥啊，冰锥下来砸你，然后呢，他还会过来撞你，比较难躲。所以说，咱们在第一个套路里就把他控住。啊，这次打的是垃圾人了，这才是正宗的渣男。他身上有一定的钢体效果，尤其是他续垃圾的时候。好，现在呢，他有护身的效果。躲一下，等他把护身的垃圾呢给带走。来了个大垃圾，续完了打他头。你看他的血条多长，这个快赶上我第一个打的7个人的2倍了。这就是后面选他，就是这种效果。好，带走啊！这次他真的变成垃圾了，名副其实的渣男。还差一个开车人啊，不是赛车人，开车人，就在我面前不要开车，班门弄斧，冲撞。打他的话呢，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打法，就是等他在这儿用引擎吸空气的时候打他，但是这种方式有一点危险，因为他如果在这里呢，他是有几种反应的，他可能会回头开车再撞回去。如果他回头开车的话，咱们在角落里就会撞到的，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冒险的方式。好，这里打的是瓜娃子，打了一个瓜，用雷电看来打他，输出还可以。刚刚的这一下不要让他逼到屏幕左边的角落，那样你就没有躲他子弹的空间了。好，切了2刀，把这个瓜砍了。最终 BOSS 3路线的威力博士。看后面的背景都不一样了，这次他的2个手非常灵活啊，可以挡你的各种攻击。所以说他最难打的还是这个1形态。咱们把各种能力都用一用。要通关了，通关了！我用了3个币，有没有？每打一个路线就要投1个币，这个简直是坑啊！这个火也不好用，像是护身一样。好，砍完，接着砍3形态，3形态就好搞了。等他右边 ，OK， 第3次拜年，这样又会把他的城堡拆掉。这样咱们这款游戏的3个路线都打完了啊，中间还受伤了几次。果然游戏水平啊是有退步了，硬操作方面也不行了。那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